好啦，终于来啦 AirPods Pro 2的这个长期使用心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很多观众应该想知道的就是跟 Sony 这一款，到底我比较推荐哪一台呢？大家好，我是苹果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这个 AirPods Pro 2哦。那这个也是苹果近年来算是大家等了非常多年啦。那终于在这一款有降噪的这个真无线蓝牙耳机推出了第2代。那从 AirPods Pro 第1代推出到现在，其实有各家不同的厂牌也推出非常好的降噪耳机。那不管是在降噪或是音质其他的表现，也没有输给 AirPods Pro。大家很想知道，就是说可能这一台 Sony， 因为我先前也有评测过这一台，那眼尖的观众也应该知道，可能在我先前不小心拍到的我的装置名单里面，还是有看到这一台，大家就很讶异说你还在用？对，因为我真的就是一直还在用它，因为它的听音乐的音质真的是非常好。那我们这支影片呢，当然还是主要就是针对使用 iPhone 的用户啦，因为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是使用 Android 手机，你不使用 iPhone 的话，你或许根本就不应该考虑买 AirPods 的产品。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说 AirPods Pro 2的一些体验，还有它的一些新功能，到底使用起来的感觉怎么样？那首先呢，苹果说的更好的降噪，那这一点呢，我算是有感啦。那虽然说我自己平常不是会很常用降噪功能的人，可是实际测试上呢，我觉得对比第1代，我在同样测试的情况下，它能隔绝掉的噪音算是比较多。可是如果要对比 Sony 这一台的话，那也或许是它物理降噪他们使用耳塞的材质这些差距，可能造成他们在体验上面有点不一样。那当然 Sony 这款的降噪的表现是比 AirPods Pro 就还要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以原厂所给的配备来做比较的话，那目前 AirPods Pro 2它的降噪还是没有达到 Sony 这一款的水准。那再来我们讲通透模式的部分，那我个人认为啦，我觉得在通透模式来讲，或许可能大家也这么想，很多人也是这样公认齁。我觉得苹果他们的 AirPods 在通透模式里面做的算是现在业界里面最好的。那这一次有加入这个什么自适应的这个通透模式，那我自己体验起来呢，有些地方是感觉得出来，因为很多人测试说好像测不太出来。那我在找了一些很多不同的噪音测试出来之后，我终于在有一些情况下可以感觉出来它的差异。但是我觉得真的算是非常的微小，它不够强势的在通透的时候去阻断那一些噪音。那某方面我可以理解，你通透就是要听到环境音，那同时你要在这个环境音播进来的时候去挑选到什么噪音应该去隔绝，那也要去思考到说，如果在通透上面去隔绝掉一些会造成危险的噪音的话，会不会其实造成更多的麻烦？那这点我觉得或许可以理解这个自适应的通透模式可能表现没有像他们的发表会上面讲的这么的神奇。但我们也要讲到这次的耳压感，我觉得对比上一代又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舒服。那可能在它耳机本身的设计上面有一些差异，有一些情况下听音乐的时候，它的漏音会稍微明显一点点。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就是听音乐的时候，就是不要用通透，然后又开得很大声，然后外面有噪音，可能就是重点就是你应该是开启降噪，然后隔绝掉噪音，那这样才不会导致于你把听音乐的声音开得越来越大，然后又会造成漏音，有点恶性循环的感觉。那在操作上面呢，他们这次加入这个你用手指去滑动这个耳柄，就可以更改它的这个声音的音量。那这一点我觉得算是非常的有感，它真的方便太多，你不用再去找手机，或是用手表，或是用 Siri 去调整它的音量。在听音乐的时候，有时候太大声或者讲电话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用波动的方式去调整，而且它的灵敏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好用。那再来呢，就在它的外壳设计，那整体的这个造型来说算是一样，可它在底部的地方多了这个扬声器。那这个扬声器可能它比较多宣传方便的点是在说，你在寻找的时候，它在发出声音的时候，你可以更清楚的听到。那这个我实际在户外测试，即使在外面有车声有噪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听到它的声音。那这个对你在寻找上面真的有很大的帮助。那当然它也加入这个类似 AirTag 的这种寻找模式，那这个也是对你可能常常掉耳机的人多了一份方便性在。但有这个喇叭呢，其实让我感到目前为止使用上最方便或者说最常用到的一点，就在它充电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充电的声音。对你先前可能常常用 AirPods 不管是无线充电或是用 MagSafe 或者放在充电盘上面的时候，那你一般来讲无线充电盘你要去对准位置，你要去抓它。那先前你要去验证它有在充电的时候，你就要看它这个灯有没有亮起嘛。那它灯亮起不会很亮，它会亮一下然后又消失。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放到充电盘上面，你没有去注意到的话，你可能滑个手机头转过来，你就不知道说它到底有没有在充电，那你要再去移动它，然后拿起来再放下来。那现在多了这个声音，让你可以直接放上去，就很确定的它有开始在充电。那这个功能我很喜欢。那其实也不止 AirPods 其实很多真无线蓝牙耳机都没有这个功能，就是充电的时候都只能看灯，或是无线充电的时候很难去找位置。那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设计。那再来就是旁边的挂绳部分啦，那这个就是苹果在跟你讲说，他们觉得他们的外形设计很漂亮，不用去装壳，他们就给你一个地方可以挂
你的挂绳，这不是原厂的，这个是麦当劳送的。那这个也算是方便吧，大概就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它后面的地方，他们这次多了一个可以让你的 Apple Watch 的充电器去充电一个设计在后面，这也是这一次这台独有的那所以等于它可以支援有线，可以支援气无线充电，可以支援 MagSafe， 又可以支援 Apple Watch 的充电器。那苹果难得有产品给你那么多的充电方式的选择，真的算是非常的佛心。不知道是不是吃错药？没有开玩笑，感恩。好了，那再来就是比较残酷的地方也不能说残酷啦，就是我自己体验上面可能先前就有讲到或预想到一些不太好的地方那首先佩戴感，整体设计当然算是一样，所以佩戴感跟前代没有太大的差距。那重点就是在它耳塞的地方。那在第一代的时候，我就对这个耳塞有不太适应，可能我耳朵有耳油或者我耳型跟它就是不太的搭配，所以常常会滑出来，会掉出来。那它里面什么尺寸的耳塞，我使用上的情况都是一样，那也造成我先前后来要去换成其他第三方的耳塞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一次呢，它在耳塞里面的这个网状的地方，他们在密度上面做了一些改变。那据苹果的说法，就是针对这一次的新的单体还有新的降噪去做出来的改变。因为这一点，我还没有去买第三方给第一代用的 AirPods 的耳塞因为我想说，可能等到它有针对这一次第二代出的耳塞，我再来买来做测试。因为我现在在试用这一款，毕竟还是比较多针对音质上面的测试嘛，所以不太想因为换了这些耳塞的密度或什么去改变可能我测试的这个基准。那所以你也跟我一样的话，会有这个耳油的问题或是耳塞戴不住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一代呢还是会有一样的问题延伸下来。那这个或许不是它的缺点，可能是我的缺点嘛。好，那再来就第二个残酷的地方就是音质的部分那我不是说它不好，我也不是说它没有进步，它对比一代的话，其实是有明显的进步先前 AirPods 3代终于听到它，感觉到它音质有一个明显的进步。那我觉得这一次感觉起来就是好像差不多一样的调整，或是新的单体把它放到这一代上来，或许不一样，可我觉得它整体的调教上面是比较类似 AirPods 的第三代。那很多观众要我对比的这一台 Sony， 上次有观众就有看到，就是说，这台不管是放在旁边或者在我 Android 的装置名单，都一直还在里面听音乐来讲的话，我到目前真无线蓝牙耳机的话，我还是使用 Sony 这一台多于使用 AirPods， 因为纯听音乐来说，它的表现就是比较好，它的高低频的分布跟它感觉的这个层次感是比较的明显，不会像 AirPods 就是比较一个平平的音调。那这也是 AirPods 一贯的这个音质的风格啦，就是一个比较平均、比较平淡、比较扁平的一个方式。那可能有人会提到这个空间音讯或是这个立体声，这个其实在 AirPods 上面当然是会带来一些改善，可其实并不是每一些类型的音乐都很适合。它会带来更多的空间感，那有些情况听起来会更加的立体是没有错，可是有时候可能因为它这样的模拟分布，让有一些比较尖锐的声音听起来更加的尖锐跟刺耳，同时呢在低频上面也还是不够饱满。那相对 Sony 这一款，也可能是它在 EQ 上面的调整自由度也比较高，你比较容易去找到每一首歌它适合的这个调教方式。那所以听音乐的话，我真的还是会比较推荐 Sony 这一款。那但空间音讯我觉得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啦。那像是其他厂牌有什么360音讯什么，我觉得那一些目前现在的表现它的整体体验跟苹果的空间音讯还是有一段差距。那如果说用来看影片的话，我觉得 AirPods 配上空间音讯的体验还是非常的棒。那不管你要不要开启这个头部追踪我觉得它的临场感跟真实感还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还原。这一点呢，我觉得受惠于它就是整合在全部自己的生态链下面苹果一手掌握，那他们有最多的资源，在这些整合上面做到给你最好的体验。那通话部分的话呢，我也一直觉得这些是 AirPods 的强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方面的整合啦。那比如说有更好的这个耳压感，然后非常自然的通透模式跟环境音的整合，加上苹果原本就很强的这个人声还原总合起来，一个人来说 AirPods 的通话品质一直是我个人最爱的。但是呢，同样的问题就是在外面可能风比较大或是噪音比较多的时候，它对方听到的声音还是可能会有点断断续续的感觉。那我不知道这可能就是这个耳柄长短设计的所带来的一些差距嘛，因为好像 AirPods 1、2代比较没有这个现象。我自己的话都是在室内讲电话比较多，所以这一点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就看你自己的使用状况了。那整体下来呢，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升级，等那么多年也终于等到了。它的升级部分对比第一代来说，就算以他们现在的价格差距，我还是会觉得蛮值得的，因为它的音质的提升非常的有感，那它的操作的便利性也增加，那外壳可以发出声音还有像 AirTag 更加精准的寻找模式，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实际使用上的体验上的升级啦。那苹果又很佛心的给你多了一个充电方式的情况下，又没有偷掉另外一个充电方式，这一点算不错。那我相信很多在等待 AirPods Pro 2的人，也可能就是习惯这个生态链下面多装置使用的这个方便性，然后加上空间音讯这些等等，其实都是要搭配 iPhone或是 Mac 或是 iPad 上面才可以使用嘛。那或许这一类的族群本身就已经
经在锁定 AirPods， 那也是在等待 AirPods 新推出的版本。但如果你的使用情况绝大多数是在听音乐，那或者是你可能有另外一台 Android 手机也是专门用来听音乐的话，那我当然会觉得说 Sony 这款的音质表现就是比较好。同时呢，你如果是使用 Android 的话，它也可以支援到更好音质的编码。那所以你这个部分就要看一下你平常使用在这些地方的比重是多少。那如果纯苹果使用者，然后使用状况也很多元，讲电话就是比较综合性的你想要一个比较全面性在苹果生态链上面体验最好的一个耳机的话，那 AirPods Pro 2这一代我还是非常的推荐。那我再来也会持续寻找这个适合的耳塞，看他们有没有推出专门针对 AirPods Pro 2新的防滑的耳塞啊，或是不一样材质组合的耳塞。那如果有找到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体验，我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或是你们有什么建议的话，希望我测试的不同的耳塞或其他的一些使用模式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